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耳相看你的福气和财气。一个人这辈子到底有没有福气，可以简单的从耳朵看出来，因为耳朵主管着一个人的富贵程度，它不仅可以看出你年幼时的家庭环境、性格的好坏，还有从小受到的教育程度，更能够预测一个人的将来运势，以及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，是否能够获得功名，享受到荣华富贵等。今天小编主要就从耳相入手，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耳相的人运势如何，哪种耳相的人命最好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看看。一、大耳稳重谨慎，头脑清醒。耳大，耳门亦大，耳门的宽度也可见人的气度和聪明度。耳门宽大一般来说都是心胸比较宽阔的人，所谓耳门宽广，聪明豁达，表现出丰沛的吞吐能量，故拥有广大的胸襟。耳大是有福的命相，是为理智型的人，对知识的追求和好奇更强，具备过人的见解，是非善恶、真理俗见均能了然于胸。生命力充沛，个性稳重谨慎，做事头脑清醒，实实在在，脚踏实地，并且任劳任怨。大耳之人一般都智谋远大，性情豁达，一生运佳，事业必然有成。很多行业的大老板、大学者、大官员基本都有一副大耳。二、小耳感情用事，情急冲动。小耳的人是为感性型的人，情感较之细腻，而意志不够坚定，他们可能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的人，生活上的困惑特别多，往往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过意不去，不太爱面对现实，因自我意识强，所以对别人中肯的意见较难接纳，进而影响到人际关系。判断力较差，感情用事，个性冲动，心直口快，不定性，且为急性子且率性的人。他们对钱较无计划，一生难有积蓄，不太适合做生意。三、肉厚的耳，财源广进。耳朵有肉，耳大肥厚，是长寿的长相。整只耳朵圆圆的，而且肉又很厚的耳朵，内廓的形状也好，结实有力。这种耳朵有一种亲手造成富豪的运气。至于这笔亲手挣来的财富能不能守得住，这就要和下巴的相配合起来观察，才能知道。这种耳朵的人善于活动，很有气魄，还有一套利用别人来经营事业的手腕，也善于应付各种变化。四、耳薄的肉，财总不聚。肉薄耳的人容易有精神过敏的倾向，缺乏自信，凡事耿耿过怀，巨细无遗，且常患有失眠、食欲不振、便秘等疾病。这种人总是没有积蓄，一生会经常受人差使，缺乏赚钱的本领。所谓墙高万丈，挡的是不来之人。想得多而做得少又有什么用？还有耳朵轮廓漂亮但又显得太薄的人，会赚钱但很容易花光，存不住钱。他们在文化事业方面有优秀的才能，可以在社会成名，但在财力方面较为淡薄。五、耳垂肥厚，命中富贵。耳垂厚的人有福气，可享金钱运哟。特别是耳垂肥厚，可置放下米粒者，更是显富显贵的人。这种人身硬体朗，心情舒畅，风光霁月，金钱运、朋友运都不错，对人十分宽厚，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，所以家庭较幸福，人际关系也相当不错。他们没有欲念，但也不缺钱花，还可以自然地增加财产。耳垂或者垂珠虽然较小，但有些人却是富裕者，他们或属继承财产，或者投机生意或意外之财者。六、没耳垂赚钱较难。这种耳垂的肉极薄，而且又小，这种人想象力丰富，对人感情味浓，是性情中人。不过他们对现实有点漠不关心，好幻想，缺少一种计划性，往往凭一时的情绪欲望而处事。如果这是三角板的锐角般的耳垂的话，是和金钱没有缘分的相，用钱犹如水冲沙。若是整只耳朵长得小而肉要薄，又没有耳垂的人，很有可能会在浪费或者失败下破财。七、长耳长寿，可享天伦。长耳朵也是长寿相，头脑比较聪明机敏，也多半比较勤勉，处事小心谨慎，
所谓日图三餐，夜图一宿，他们很少有欲望，乐于安分守己。同时，由于他们的平和，晚年可以和儿孙生活在一起，享到一种清淡的儿孙之福，天伦之乐。其实人岂能有十全十美呢？长耳之人有时也有点患得患失的心理，会觉得一生人太过于平淡无奇。8. 斜耳勇敢理智，做事仔细。耳朵贴着头，整个看起来倾斜的人相当聪明，比较有理智，感情较淡漠，办事有计划，不心慌。常言道，心慌吃不得热粥，乘车看不得三国。他们深谙世道，凡事都按步骤进行，面面俱到，而不是凭着一时心血来潮，遇到困难既不退却也不莽撞，而是凭借理智去解决。不过较喜欢批评别人，爱搜集别人的隐私，有时真令人怕怕。再不收敛一下，可会缩小自己的社交圈子哟。9. 软耳欠胆量，用手去捏耳朵，如果有软的感觉，那么多是处事消极的人。一般而言，他们比较没有什么胆量，没有什么主张。如果是从正面看不到耳朵的人，他们多属于性格胆小、行动力较差的人。如果给他安排工作，最好从旁协助督促。古人云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不注意处理细微之事的人，每当碰到关键时候，则显得毫无主张，优柔寡断。软耳人耳朵软，有意受人哄骗的倾向。若是男性，则意味着怕老婆，惧内，典型的妻管严。10. 耳廓突出的积极者，耳骨外凸的人是属于实干的类型，内廓向外突出的人处事积极，性格以外向者居多，所以图书馆等静止的工作就不太适合他们了。他们喜欢刺激和冒险，适合侦探、间谍之类的工作。他们头脑敏捷，手段麻利，工作勤快，处事比较稳当，得心应手，其办事效率极高，心里绝不胡思乱想。但是常言道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耳骨外凸的人通常是事无巨细，不分主次，总让人觉得自以为是，好辩，是不好招惹的角色，所以在人情世故上还是要谦逊一点。11. 面部见耳时运良好，因为脸孔侧面的肉特别多，从正面看去时几乎使耳朵完全看不见，就是所谓的正面不见耳。这种相的人体力和气魄都全，做起事业来手面很大，同时也已建立起了相当的地位。而且这种人总是努力不懈，运气也好，他时有一手创下一番事业的了不起的本事。所谓游子满腹财，不怕运不来。正面不见耳，代表此人目前运程亨通。若是耳朵小而不易看出全貌者，智能较为优秀，判断力准确，工作效率特好。如果要应征人才，首选这种人，定可让老板有物超所值的感受。除此之外，具有这种耳相的女子，旺夫益子。12. 欠思考力的软耳，耳朵有软有硬，软耳个性柔弱，那是不是硬的耳朵就是个性强硬呢？不一定，通常耳朵硬的人身体健康，且都从事体力劳动。不过也许就是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多，所以自然缺乏思考力方面的训练。不过他们个性也较为憨厚，有主见。作为男性，有此耳者也是较大男人主义之人，在家定当一家之主。最理想的耳朵应该是硬中有弹性，而软硬又适中者。这种人软硬兼施，处事待人非常高明。如女性中呈粉红色而具有弹性硬度最好，会有攀龙附凤的机会。讲了这么多，有的朋友就要问了，那到底哪种耳相的人命最好呢？不要着急，小编接下来就告诉你。1. 耳垂圆润，福气深厚。耳垂生得丰厚圆润的人是一种有福气的吉象。这类人一般家庭出身环境好，家庭富裕，从小就不会吃什么苦，能得到父母的呵护和疼爱，可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，从来不用担心金钱方面的事情。生有这种耳相的人，从小就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具有才华，非常自信，身体状况也很好，大多数都能够长寿。此外，有这种面相的人，在事业方面也容易遇到贵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有贵人出手相助，所以他们一生的事业道路相对顺利，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，年纪轻轻就能有所作为，功成名就。2. 耳朵宽大，聪明能干。
耳朵很大的人聪明能干，脑筋灵活，且成熟懂事的比较早，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为家人着想，从来都不会让家人为他们操心，跟父母亲的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他们想法新颖又具有行动力，通常都会把自己的想法很快地付诸行动，而且做起事来非常的认真负责，有条有理。这种大耳朵的人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增长见识，拓展人脉。他们平常跟人交往的时候很圆滑，也善于跟人沟通，并且还会投其所好，深得身边人的喜欢，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。反之，如果耳朵很小的话，说明此人胆子较小，做事犹豫不决，很难下决心，要想取得成功就得多加磨练才行。3. 耳朵贴脑，事业有成。耳朵贴脑的人机智聪明，性格内敛，不善言辞，很多时候都是只做不说，一切都表现在行动力上。生有这种耳朵的人责任心很强，从来不会推卸责任，在事业上勇于突破和尝试，完全不受约束，而且观念新，善于观察，与时俱进，所以他们的事业方面都发展得非常顺利。这种面相的人对朋友很真诚，只要朋友有难，他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，哪怕是会损伤到自己的利益，也要去帮助朋友。当然，他们的义气是会得到很好的回报的，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好朋友的帮助。听完今天小编讲的这些，大家应该对耳相有所了解了吧？但是不管是耳相生得好不好，大家都要好好保护，因为这关系着你的运势。如果不注意，随便在自己耳朵上扎眼穿环，或者长时间高分贝用耳过度，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你的耳朵，很有可能就伤害了自己的运势。相学时观解命运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通过算命占卜来了解自己近期运势情况，但从命理角度来说，算命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常见的有生肖八字、紫微斗数、姓名学、相学、解梦学等等，而这些方法中，大家最热衷的还是相学算命。所以今天小编就主要为大家讲一下如何通过相学算命。首先，大家应该知道相学算命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。通过相学算命时，大家主要需要从一个人的日常行为、相学体征这2个方面来看，具体划分下来，则是需要从一个人的威仪、敦重、精神、清浊、头、颈、额、5岳、3庭、5官、6腑、腰背胸腹、手足、声音、心田、刑局和五行等方面来看。我们知道了这个，那接下来就应该了解一下怎么从这些方面看命运。小编接下来为大家一一讲解。1. 威仪，这里指的是人之形态，尊严可敬谓之威，同时权代表权也，必须有饱满有势，眼睛炯炯有神，代表此人精神抖擞，积极向上。如果再配比美，则协调力、公关能力、责任感、领导能力皆足，自然而然让人从内心发出尊敬，而非让人一见面就害怕的那种恐怖成威仪。它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来的。2. 敦重与精神。敦重非指体胖或者过重，即意为有礼貌、忠厚、端庄、心善且气量宏大之人，态度不徐不急，稳重，精气神饱满，处事有始有终，持久而不烦躁，才能福厚禄厚。若一副懒洋洋、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当然成不了什么事业。尤其亦要以眼睛要定，黑白有分明，炯炯有神为上。衣食无缺，物质丰足谓之富，精神愉悦称之贵。若相貌上少了威仪、敦重及精神，则就难言富贵，纵使有也难长久。3. 清浊，雨后山林格外清楚谓之清，魂不守舍谓之浊。人胖并非浊，瘦亦非轻，这与长相、身材没有一定关系。眉毛秀气，根根见底又排列整洁谓之清，眉毛散乱断缺谓之浊。若浓眉者，建议可用水梳眉，使其平顺，或者适度修眉，可增加财运。相术中也有浊中清、清中浊之分。清中浊指的是先天父母给予，而自己后天没努力及珍惜，已导致糟践浪费，成功无望。
着中清指的是，虽然无祖荫，处事有行善积德，终至成功。假如眼拙有无神者，健康及事业就会有诸多不慎，困难重重。故建议不要太懒散，或多或少能改善一些。4. 额头，头为一身之尊，四肢之王，因此相术中一般从头而论。圆头之人个性乐观积极，智力发达，思想高尚，处事圆润，思想较易变通。方头之人面面俱到，中规中矩，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头顶高凸，不露骨，再加声音结实有力，鼻子高，其地位尊崇。平头之人头顶平平的，属福寿绵长之象。扁头之人后脑平平的，属年少辛劳之象。头尖之人成就较为受限，头小而没精打采之人身心易受影响，自信心不足，健康不佳。额头代表智慧、思考、事业、机缘及掌上关系，故额头宽广之人，其人荣华富贵之机会较大。额头塌、低陷、乱纹、断纹、伤痕、痣、斑、发际乱者，其际遇较不佳，所谓挫折就较多。额头宽广美代表智慧，女人若此相，因其反应能力快，能力太强，容易压抑丈夫。古代人为克夫之相，故女人额头宽广美者，宜多修身养性为佳。夫妻共处之道，宜多包容。若要知其行运际遇如何，纵观额头，亦要再配五官之形、气、神，才可精断论之。5. 五岳及三庭，五岳为脸之5个部位，分别是鼻子代表领导能力，若鼻子高无颧骨，为孤峰无援，凡事靠自己，亲力亲为。左颧骨、右颧骨皆代表平辈人际关系之对待，前额则代表掌上关系、女性之丈夫、事业，下巴代表老运、财运、财库、家庭关系。耳朵代表一个人的福气，上庭美之利家，中庭人际关系佳，下庭美则代表子女可成其事业、财运，婚姻生活也较稳定。故一个人5月饱满平顺，则可在事业、婚姻、财富上也能丰厚具足。若再加上三庭均匀等左右有平衡，气色加红润，则主一辈子平顺，一生较衣食无缺。6. 五官六腑，一个人的五官指的是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。男人的眉毛一宽，女人眉毛一弯，且要整洁，根根见底。眉毛与眼睛的距离勿过太接近，否则其人个性较为急躁直接。眼睛宜黑白分明，眼正者心正，眼斜者心邪，眼善者心善，眼恶者心恶。如眼睛犀利有神韵，却布满红血丝者，亦有意外之事发生，行事宜小心注意。至于会发何种之意外，则就要搭配在其五官六腑之形、气、神而论之。鼻子外形宜直挺有肉，左右鼻翼肉有均匀，上承平阔，印堂从山根至鼻子准头要呈一气呵成之势为最佳，大小不可过大，或者小宜配五官之比例适中为主。一个人若脸大鼻子小，其个性懦弱自卑，而鼻翼大小不一者，个性好投气取巧。若鼻子歪斜者，心术不正，家庭事业易受影响，而健康则易有筋骨方面的问题。至于心术用在何方，是好是坏，则就要看鼻子之歪斜之位形，再以配其五官六腑之形、气、神而论之。嘴巴要大要方，端厚红润，嘴角微微向上，如仰月弯弓。二唇厚薄适中，人中深明长者，主老运佳，忌腾舌入口。主其肠胃方面宜小心留意，人际关系慎防口舌是非之问题。耳朵首重轮廓分明，光鲜红润鲜明，宜厚不宜薄，尤其以戴耳珠更好。中年后耳朵让长毛，称之瘦毛，代表健康之象。耳朵之外形若大小不一，太低而有缺角不美者，即少年不利，六亲难以依靠。如耳朵往后贴者，心肠较软，好商量；耳朵如招风耳者，耳根轻抬，易受人影响，改变心意。但要再配其五官之形、气、神，才可精断之。六腑指额头、颧骨、嘴巴之左右两边。六腑高强者，其一生之福气、财气富足无缺也。额头之左右两边为上二腑，代表掌上关系、楼上邻居。
颧骨之左右两边为中二府，代表朋友、平辈、同事、左邻右舍之邻居。嘴巴之左右两边称下二府，代表部属、家庭、楼下之邻居。7. 腰、背、胸、腹、肩。论相不单指的是手相或者面相也，构成人的条件也并非手与脸，而全身皆是，而且比例很重要。常言道相不独论，仅试着回忆40、50年前的人都任劳任怨，不满责任感，先耕耘不问收获，而下年轻人却成反比，总希望钱多事少，离家近，工作轻松，待遇高，偶尔浑水又摸鱼，压力责任不必谈，抗压性越来越差，其相也越来越薄。肩要平厚才能承担责任，而现代年轻人较无肩膀也成为薄相。通常男人若无肩膀，到老者贫苦清寒居多。有背无腰者先苦后苦，有腰无背者苦尽甘来。胸阔气量大，钱财容易聚，发达快速，所以为人宜多有包容心。胸若短、窄、狭小，气量小，福禄自然少，其人成就不大。欲戴环腰者富贵长寿，但又忌太软下垂，以肉肩皮厚为佳。另外，臀部、屁股在相学中也非常的重要。所谓少年无臀，早逝难成；老来无臀，凄凉寂寞；肥人无臀，有妻无子；瘦人无臀，多学少成；体长无臀，老无结果；身长无臀，难年发达；女人无臀，子息困难。由此可知，屁股在相学中所占的重要分量。8. 手相、足相。掌中乾坤又分为八卦方位，乾属金，代表西北方位；兑属金，代表西方；离属火，代表南方；震属木，代表东方；巽属木，东南方位；坎属水，代表北方；艮属土，代表东北方位；坤属土，代表西南方位。在为人看手相的第一时间点，当对方伸出手给您时，已略知一二。手指紧合，慢慢伸出手者，属于谨慎细心的人；直接伸过来，指缝又开，属大而化之型之人。手纹宜深明，忌杂乱，有痣、斑、斑点等。通常纹路向上者为佳，向下者为差。大拇指主父母，食指主兄弟，中指主自己，包括事业婚姻；无名指主妻妾配偶，小指主子息。手上有疤痕者主外来因素，手上有痣主自己造成。五指缝全开，六经圆浅，需靠自己双手打天下，白手起家。中指与食指较开，兄弟朋友助力不大。中指与无名指指头部分若分开，主夫妻感情不太融洽。无名指与小指若分开，主位较为子女操劳。食指比无名指长，自我意识强烈，喜欢掌权。无名指比食指长，耐心较不足，个性直接。通常略带犯小人，若能力过强，易遭嫉妒。小指较长，老运好，子女容易出人头地。手指六指之人，一生荣贵较难显，掌要细嫩丰隆，且厚或者手软如棉为佳。女人掌如干姜，帮夫亲家。至于足相，应配合身材比例适中为主，过大过小皆不宜。脚小而厚主富，脚大又薄主健。脚底有纹因子孙，无纹则主贫贱。露脚跟不着地之人，工于心计，个性上较为自私自利，不问过程，只论结果，自己好就好，属于不宜轻信之人。以上宜需参考五官等特性而论之。9. 心田与声音。观星象使之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及日常生活中去印证，涵盖人的生活举止，而在面相上仅需要看眼睛即可。眼睛代表其人内心所散发出来的讯息，可先概分为2：眼睛黑白分明者为心正之，眼睛浑浊不敢正视之属心不正之人。眼睛时常向上看者骄傲，眼睛向下看者自卑多疑。但一定要配五官观之才能精确，相不独论，单一不成相，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相辅相成。眼神漂浮不定，斜视者皆非善相。心善之人通常会在眉尾上方以及眼睛下方，俗称卧蚕部分出现黄润微红的气色。另外，眼睛又分红眼、黄眼、凸眼、三角眼、青眼、上三白眼、下三白眼、细长眼、雌雄眼、斗鸡眼等等。相书曾云：未观相貌，先观心田。有相无心相，从心灭；
有心无相生，相从心生，故心生万象，行善积德，有舍才有得。声音略分为二，声音结实有力，清楚响亮为佳；声音细，声音细小，声音散，声音浮，声音无力较为不佳。声音有力，抵抗力也强；声音无力，体质较差，抵抗力较差。当然，声音仍需配五官之形、气、神官之而论。如声音有力，皮肤黑、皮肤高者酒量好；若声音无力，鼻子低、皮肤白者喝醉会哭闹。10. 刑局无于五行。古代相法中以动物形象来论人之吉凶，龙形、凤形、虎形、狮形、鹤形等代表吉象，而狗形、鸭形、鼠形、牛形、猪形等代表坏象。是否就如中国人之信仰龙凤呈祥，龙者高深莫测，虎狮者具有威严，亦或是吃苦刻苦者像牛，一副懒洋洋肥猪者叫猪，而乌鸦不吉祥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，也就不得而知。就如古人相书上说猪耳、鱼嘴、老鼠眼、龙眉、狮鼻等之名称与形容词，让现代人难以参透玄机，只能雾里看花，不得甚解。五行所指的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在命理中有相生有相克之论，岂非真的是相生为好，相克就为忌吗？只因对五行之生克之道不够了解。所谓万物生生不息，就如同食品链一般环环相扣，在五行中生我者为我付出，克我者为我雕塑要求。也就如同教育所言，需要爱的教育，也需要铁的纪律来辅佐，缺一不可。手相中分为五行手，面相中也有分五行人，如木相代表正直之人，火相代表礼貌之人，土相代表诚信之人，金相代表义气之人，水相代表智慧之人。但纯五行之人毕竟较为少，应和各方面参考考虑，勿太过牵强附会，才能有所精进。知识需要用心体会，才能变成自己的智慧。有智慧者才能分辨善恶邪正，有谦虚者才能造就美满人生。滴水之河，粒米成箩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相由心生，心随境转，福须自己造。懂得相学，是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道路更为开阔。只要在你我心中多存一份感恩，多加一份满足，再添一份包容，康庄大道便为你我而开。脸上志向算命，大家应该都有发现，每个人的脸上或者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痣，这些痣的位置不同，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运势好坏。今天小编想为大家讲解一下脸上长痣的运势吉凶，如何来区分吉痣和恶痣，以及脸上长痣能不能点掉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1. 脸上长痣运势吉凶。1. 天庭有痣，额头圆润饱满是很吉利的象征，天庭主贵，是官禄宫，主事业官运和功名。要看一个人的官运如何，一般就是看他的额头骨相好不好。额头如果前额后视耸立，方正饱满，一定是出生良好。这样的人一般天生聪颖，能言善辩，在学业功名上能够早早的展露锋芒，初登仕途，少年得志。在事业仕途方面，大多能够加官进爵，官运亨通，运势顺利，是大富大贵之象。如果前额有痣、黑痣、恶痣、恶纹，在做事和事业升迁方面容易受到阻碍，贵人运势会受到压制，亦有怀才不遇的遭遇，健康方面也会妨碍，要多注意。2. 鼻子有痣，鼻子主财富，属于财禄宫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上有痣，一般财运不会很顺利。女人鼻子有痣，一般是对感情和婚姻运势影响较大，夫运不佳。男人的话，一般是异性缘较丰富，多桃花，对男女感情之事比较热衷。在财富方面，不宜聚财守财。如果痣的位置在鼻翼的话，要注意偏财容易受损，中年可能有财政危机，易破财散财。3. 眼角有痣，眼角的位置是一处桃花位，在面相学中称为奸门，又称为妻妾宫。这个位置主要与男女感情和夫妻关系的状态有关。如果这个地方清明灵澈，在感情上波折会比较少，在感情关系上能够稳定顺利，在婚姻中能够夫妻和睦，婚姻幸福。
而在这个地方有疤痕、乱纹和黑痣，对主人的感情婚姻会带来不利影响。在男女感情方面容易陷入纠葛，比如三角恋、插足他人感情或遭第三者插足等。婚姻上容易夫妻不和，爱情、婚姻破裂。4. 耳后有痣，耳朵长得圆润可爱、鲜艳明亮，且耳垂厚实，多表示此人聪明伶俐、反应灵敏，兼有长寿健康之象。面相中一般都认为看不到的痣都代表着吉利，痣在耳朵的不同位置也是有吉有凶。痣在耳廓中表示此人能够福禄双全，耳珠有痣主财，但此处财大过于外露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比较难把握。痣在耳后也主财，此处的财富是暗藏财，代表隐藏的财富，主晚年运势吉顺，衣食无忧。5. 颧骨长痣，颧骨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驾驭权力的能力。高耸隆起的人具有事业心，在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权力，能够掌握主导权，居于上位。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官场还是职场，都能够把自己的领导能力展示出来，具有野心，常是职场升迁中最活跃的人。如果男性有在颧骨上有痣的话，在人际上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阻碍，具有出色的能力，但是做事行为高调，容易遭人嫉妒，导致事业升迁受阻。要注意防小人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待人处事的态度。6. 下巴有痣，下巴是田宅宫，主富贵财禄，一个人的财产丰厚与否，与下巴的长相是有一定关系的。下巴长得丰润圆满、方正厚实的人，这种人一般受祖辈的福荫，能够继承丰厚的家产。不过就算出身平凡，在财富方面有很不错的成就。对于田宅屋舍方面的财富商机，一般比别人更加敏捷。这样的人不动产多，适合做房地产投资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四周有痣，在食禄和财富方面也会有不错的运势，但是要注意学会管理财富和提升自己的情商。在语言天赋上要注意提升交流技巧，不然很容易受到流言攻击，与他人发生口舌纷争，甚至官非。2. 吉痣和恶痣如何区分？ 1. 从形状分辨。我们就先从一个痣的形状来看一看，这个痣到底是不是一个吉痣。首先看看这个痣的形状，如果这个痣是一个外向凸出来的痣，又比较饱满的话，则说明这个痣是一颗吉痣。一般身上有这种痣的贵人运会比较好，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。在遇到困难时，总会有人出手相助。如果一个痣从外形来看比较平不凸起的话，这颗痣也是一颗吉痣，只不过长这种痣的人不会像有凸起痣那样的贵人运强，但是运势也不差。因为这种人好胜心比较强，事事都想做到最好，事业运势会比较强。不过由于好胜心强的人比较容易与人发生不愉快的口舌是非，有这种痣的人需要多多注意才是。2. 从颜色分辨。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痣的位置来判断这颗痣的吉否，现在我们来通过颜色来分辨一下这颗痣的好坏。首先，如果你身上的痣颜色比较乌黑发亮的话，那么就可以断定这一颗痣是一颗吉痣。如果你身上痣的颜色发灰或者颜色发灰红的话，则说明这颗痣不是一颗吉痣。如果通过颜色看得出来痣身身上是吉痣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在遇到困难时也会有亲朋好友来帮助他，也就是说他的贵人是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并且日后也会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来发家致富。而且像这些人的子女妻子会有很强的旺夫相，以后会通过妻子的帮助来达到人生的巅峰。3. 是否长毛。要想判断一颗痣除了好坏，从颜色和外形来观察的话，我们还可以通过看这颗痣上面有没有长毛。如果一颗痣上面长毛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一颗大吉痣。当然，如果痣象一般，痣上长了有毛发的话，那么这颗痣也不错。光是说这样痣是吉痣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好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痣的话，则说明你的健康运势特别好，是一个身体好、容易长寿的人。当然，有些人因为美观将痣上的毛发剪掉，那就不好了，有损寿的危害。3. 脸上长痣能不能点掉？其实从命理学角度来讲，脸上的痣是可以点掉的，但如果是面相上这些位置长痣，最好不要点，不小心点掉可能会影响运势。1. 额头的痣不能点掉。额头的痣一般都是好痣，可是为什么说额头的痣一般都很好呢？这其实可以根据五行的说法找到依据。额头在五行之中占的是火的位置，而痣一般属于土象，火和土是相生的关系，所以额头的痣一般都预示着好运。
如果是女性额头有痣，说明比较多才多艺，在艺术方面比较有天赋；如果是男性，则代表很有可能有非常过人的本事。额头上的痣预示着财运和事业运势比较多，所以额头的痣一般不要点掉，点掉则有可能会冲撞到自己的福气，让自己运势走下坡路。2. 五官上的痣不能点掉，长在五官上的痣一般都蕴藏着比较特别的意义。举个例子，耳上有痣一般就是好痣，它代表着此人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出现有比较天赋的特点，甚至会在某一方面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实属不易的好痣。另外，在鼻子上有痣也是比较好的，它往往预示着此人会有比较出众的相貌，而且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比较和顺安康。所以为什么说即使是大富大贵，人其实也有一两颗痣？这就可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痣都是不好的预兆，要灵活的分析判断。另外，点五官上的痣也比较危险，容易出现毁容的情况，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点五官上的痣。3. 脸上的红痣能不能点掉？和黑痣相比，一般红痣都是比较吉利的痣，而且长相一般比较好看，不会影响美貌，反而有些红痣会令面容更加的独特好看。一般长有红痣的人在事业方面运势都比较好，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丝毫不逊色。最重要的是感情之路通常也比较顺利，而且生命中时常有贵人相助，因此运势是属于比较好的类型。所以脸上长有红痣千万不要轻易点掉，这个是福气的象征。另外，从生理角度来看，点掉红痣要比黑痣危险得多。红痣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胎记的一种，点掉之后很有可能出现再生的情况，所以建议不要轻易点红痣。痣象的好坏是影响我们运势发展的一小部分，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我们的命运。如果想要了解整个人的命理情况，还需要结合各个方面的运势来看。但是命理学中也有一句话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要自己能够有好的运势发展，也不能少了个人的努力和付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